我是瓜皮儿，黑化律师前情提要。随着昌浩越演越像大老鼠，他逐渐化被动为主动，带领着小弟策反了医院三人组中的小弟。不料魔高一丈，三人组的其他二人暗中疏通关系，从监狱顺利脱身。一时之间，昌浩似乎又成了国家寡人，而徐教授的论文下落也依然成谜。本集开始，获得保释的李斗根和郑采风都得意洋洋。虽然狱长按照流程给他们各自带上了电子脚镣，但刚出监狱门，他们就分别被转移到了替身的脚上。做完这些，狱长准备回家过个周末。他叮嘱狱警秀哲，别让昌浩有机会接近韩主任。下一秒，光头哥就拉着韩主任去了教堂。韩主任吓得直哆嗦，他恳求光头哥帮自己在孔志勋面前美言几句。话没说完，秀哲就走过来告诉他们，监控我都关了，其他狱警短时间内不会过来。下一秒，他就让手下把韩主任五花大绑。按孔志勋的命令，他今天就要在这里做了韩主任。一棍打中太阳穴后，韩主任就躺进上帝的怀抱了。这时昌浩带着小弟们走了进来，一句话，把人给老子放了。光头哥也不是吓大的，两方人马立刻就扭打在了一起。画面一转，昌浩救下韩主任后，问起那篇论文的内容。韩主任更害怕了，他恳求昌浩别再查下去了。孔志勋只是马前卒，背后的人更加恐怖，他可以为昌浩做任何事，唯独这件事是无能为力。教堂里，先前还剑拔弩张的双方小弟各自为对方包扎起伤口，原来这是昌浩事先和光头哥合谋的戏。昌浩感激他的信任，承诺如果他比自己早出去，就给他一个幸福晚年。光头哥不在乎这些，他只希望那天到来时，昌浩能好好的对待他的手下，那天他会彻底退出江湖。走出教堂，昌浩掏出那张塔罗牌，似乎有了新的打算。另一边，老高和金律师去了小张的家，却已经人去楼空。小高这边有了意外收获，眼睁睁看着病人死去后，他来到了家属的灵堂吊唁，却从家属的谈话里听到了重要消息。医院给的协议书里有附加条款，病人死后只许火葬，不准验尸。小高起了疑心，他打算抽些死者的血液，托父亲在国科搜的朋友进行分析。不料他的举动被老邪发现，小高刚抽完血要离开，崔市长夫妇就带着护士长和几个护士拦住了他，强行搜包和搜身后却一无所获。最后小高折返回去取出血液，却在电梯里被黑衣男袭击。好在崔市长及时赶到，才将人救下，顺利将血液送到了国科搜。接下来就是等待结果了。昌浩这边，他之前让小弟和光头哥的人打架，另一个目的就是趁机破坏教堂的圣母玛利亚神像。金律师才能匿名捐赠了新的暗藏针孔摄像头的圣母玛利亚像，并送了一本夹杂电子设备的基督山伯爵。只要大老鼠来教堂告解室取走塔罗牌，他就能知道对方是谁了。看到拿着塔罗牌的对方的脸后，昌浩惊呆了，那个人是杰瑞。转念一想，自己入狱那天，杰瑞是第一个跟自己示好，坚信自己是大老鼠的人。就算自己身处绝境，他也始终如一地支持自己。看来有必要摊牌了。于是昌浩将杰瑞叫到了空无一人的浴室，语气阴森地说，就算我们中有人死在这儿，也不会被发现。我给你个机会，你自己说，我为什么叫你到这儿来？杰瑞想了想，辩解说，自己确实去过告解室，可那罪不至死吧？自己确实拿了那张牌，但后来又放了回去。他发誓说，如果自己真的拿走那张牌，就送上这条命。眼看问不出什么，昌浩只能打发他离开。接着昌浩再次查看了录像，发现中间有半个小时的内容不见了，而小高的电话打了进来，他发现有人送了33朵白菊花来，还有一张塔罗牌。昌浩定眼一看，那张塔罗牌象征着愚人，很明显这是大老鼠在警告自己别耍小聪明。昌浩想不通啊，知道针孔摄像头的只有自己、小高父女和金律师，大老鼠是怎么知道的呢？刚出门，杰瑞就叫住他，他已经猜到昌浩不是真的大老鼠，但能联系到大老鼠本尊，他也希望联系上那个人。反正自己的人生已经完了，再坏也坏不到哪里去。昌浩没有答应，只是提醒他，如果你还想活，就当今天没见过我。与此同时，老爷子将崔市长夫妇、孔志勋夫妇和医院二人组都叫到了自己的私人戏院。众人看了本市71年来如何从瓦砾堆发展成繁荣昌盛大城市的纪录片。老爷子功不可没，其他人的父辈和爷爷辈也在其中，不过他们大多数都已经去世。孔嫂好奇地问，咱们有 NR 论坛的记录，作为后代我们也很辉煌。老爷子斥责他，今天叫你们来就是纠正你们这种错误的。他说着展示了自己的假腿，说道，我因为失去一条腿被迫辞去军官职位，
可还是将本市发展成如今的繁荣。你们只是借了父母辈的光，实际上狗屁不是，你们没啥值得骄傲的。哪天能像这片子一样延续本市的繁荣，我就能放心的闭眼了。潜台词很明显，老爷子是想找个靠谱的接班人。看着推老爷子离开的崔市长夫妇，在场其他人都有了危机感，尤其是孔志勋被大老鼠忽悠走那么多钱的事儿，已经在会员内部传开了，再不收尾，恐怕后果难料啊！晚上，老崔找到了借酒消愁的孔志勋，今天这事儿迫在眉睫，加上马上就要开庭了，时间刻不容缓呢。他已经找到了一台高达100万伏特的电椅，只要孔志勋用点手段，何愁拿不回那笔钱呢？于是孔志勋从杰瑞的妹妹下手，不但还清了杰瑞从受害者那儿骗的钱，还资助他重新入学。杰瑞今天就可以出狱，条件是设法让昌浩喝下他做了手脚的饮料。他承诺这饮料只会让昌浩犯肠胃病，并不会危害生命。杰瑞咬咬牙，还是回到监仓收拾东西。作为回报，他分给大家1人1瓶饮料。昌浩没有起疑心，提醒杰瑞出去以后好好做人，接着就将饮料一饮而尽。很快药效发作，他痛得死去活来。接着出狱后还非常纠结，毕竟昌浩对自己不错，直到看见救护车呼啸而过，以及赶来探视的小高父女，他才下定决心和他们一起前去追赶救护车。老高一脚油门到底，逼停了救护车，迫使押送的狱警将昌浩转移至九川医院急救。情况稳定下来后，小高父女俩向杰瑞道谢，还给了一笔钱让杰瑞回家好好过日子。与此同时，一名狱警偷偷潜入病房，趁昌浩昏迷时让他按下了手印，然后交给了孔志勋。昌浩醒来后，看到陪在身边的妻子，得知自己是吃了药才引发的急性肠胃炎，他瞬间明白是那瓶饮料惹的祸。不过为了保护老婆，他只能转移话题说，我感觉自己和大老鼠之间隔着一堵永远打不破的墙壁。说到这里，探视时间就结束了。昌浩偷偷攥紧拳头，似乎下定了决心。天亮后，狱警就按照规定把昌浩送回监狱。不料昌浩很快发现车子并没有开往监狱，可他来不及多想，就被狱警制服，一针扎晕过去。车子最终开进了精神病院，专门给昌浩准备的病房已经等候多时了。画面给到教堂，大老鼠来到告解室取塔罗牌，那张牌上写着死神。这时昌浩出现在他身后，二人不由分说搏斗起来。扯掉对方面具后，昌浩发现大老鼠居然就是自己。一瞬间，昌浩也从梦中惊醒，他这才发现自己被五花大绑捆在病床上。护士长和护工进来后也不说话，一针药剂下去就走了。而在老崔的旁白中，护士长给昌浩注射的是强力吐真剂。等昌浩精神崩溃时，他再想隐瞒钱的下落也由不得他了。接着老崔和孔志勋走进病房，看到昌浩已经被折磨得不成人样了，正是审问的好机会。老崔接着为他注射了加强药物，昌浩顿时浑身抽搐。幻觉中他看到病房里挤满了老鼠，孔志勋趁机问起钱的下落。在药物的作用下，昌浩坦白说，我不是大老鼠，你的钱我没动过。结果孔志勋差点被气哭了，正常人挨了2针早就说真话了，他咋还是谎话连篇呢？老崔说，可能是他的意志力已经达到了人类无法企及的高度了。孔志勋不信邪，要求再来1针，哪怕这会让昌浩凉凉。拿不回钱，以后自己在老爷子和会员圈里边也没法做人了。昌浩已经在梦中回忆起了和老婆的初次相识。那年岳父老高还是警察的，昌浩则因为和3个勒索保护费的学生打架一块被抓了进去。小高跑进来为他辩护，是他们想挑衅人，结果被反杀的。之后他们坐在公园的长椅上吃起了午饭。那天是昌浩第一次被人信任，也是第一次吃到别人亲手为他做的饭。下一秒，孔志勋就一桶水把他泼醒，他愿意赌一把，是他先拿回黄金，还是昌浩先凉凉。情急之下，昌浩说出了黄金埋的地方。孔志勋立刻和老崔2人组赶到地方，结果都快挖断气了，也只挖出1块黄金。孔志勋气得半死，折返回医院斥责昌浩，你要再耍我，我保证让你后悔来到这个世界上。昌浩瞬间反应过来，大老鼠一定在暗处看着这一切，自己必须撑到他来救自己那一刻。于是他直接撒泼说，伦家要吃饭饭，不然你别想拿回你剩下的钱。孔志勋气得想吐血，但眼下他又不敢真的去赌下去。镜头一转，来到监狱做早操时，一名犯人突然吐血晕倒，光头哥和鲁叔悄悄议论。昌浩走后，这里吐血晕倒的人越来越多了。不过2人最关心的还是昌浩去了哪儿了。另一边也有了新的进展，小高3人正愁着找不到小张时，崔市长打来电话说人找到了，他在一个湖边找到了万念俱灰想丢掉项链的他，但项链里空无一物。这种时候还得女人出马。崔市长则因为听到老爷子晕倒的消息急忙告辞。
同为女人，小高很敏锐地察觉到小张遭到了家暴，他承诺可以提供帮助，却遭到了拒绝。小张说：“无论你怎么帮我，我也不会以证人的身份出席庭审的。”镜头给回崔市长这边，崔嫂给老爷子检查完身体，调好药量后就退下了。她叮嘱丈夫今晚好好陪老爷子。她还是忍不住说，刚刚老爷子想指认他为接班人的事儿。进屋后，崔市长看四下无人，又没有监视监听设备，突然眼睛充血的将手伸向了老爷子的脖子，但最后还是放弃了。看着不远处的点滴瓶，他似乎又开始了新一轮的心理斗争。与此同时，杰瑞在精神病院里放了一把火，趁乱伪装成消防员混入其中，和昌浩费了老大劲儿才打倒护工逃出来。逃到一座桥下，杰瑞给了昌浩新的车钥匙。一方面他愧于害大哥沦陷至此，另一方面是大老鼠给了他资金和手段让他这么做。但现在时间紧迫，来不及解释了。他向昌浩承诺，等你安全后，我会把我知道的全告诉你。说完，他驾车离去，独自吸引追兵的注意力。昌浩来到新车面前，里面已经准备好了新衣服、现金和手机。他第一时间想打电话给老婆，但这边护士说他请假了，也只能作罢。回想到之前金律师说论文在韩主任的老婆手里，他有了新的方向。路上他看到了因为强行充卡而身负重伤被抬走的杰瑞，心里很不是滋味，但眼下他必须离开。小高这边，他拿来了一份文件给小张说，等你看完这些还不改主意，我们就永远不会出现在你眼前。他走后，小张翻着手中的文件，眼睛不由得瞪大了。小高他们则托人做好了揭发杀害徐教授真凶的新闻视频。举报人身份保密，但真凶的身份一曝光，他就能体会到什么叫做人民的力量。这时电视上播报了昌浩越狱的消息，这自然是有人欢喜有人愁啊。监狱内，光头哥和小弟看着新闻，对昌浩的作为赞不绝口。光头哥才明白昌浩之前打赌自己能提早出狱的意思，狱长则是淡定的和鲁叔下着围棋，反正昌浩是在外面跑的，跟他无关。但孔志勋和医院三人组就不这么开心了。韩主任大倒苦水，早知道自己就不保释出来了。三人组都担心昌浩会不会找他们报复。孔志勋听得心烦，他强装镇定说，除了通缉昌浩，他还让人通缉了小高父女和金律师，不信他们能飞到天上去。晚上，昌浩听着新闻正不知所措时，手机就传来了一个地址，发件人匿名。昌浩顺着地址赶过去，路上被检查的巡警认出，但巡警却放走了他。那耳后的纹身说明了一切。赶到酒店后，房间里已经准备好了一切物资。昌浩边喝水边回想和杰瑞的点滴，他发誓会让大老鼠付出代价，自己绝对不会当用完就丢的棋子。小高三人的反击也拉开了序幕。天亮后，他们喊来了大批记者，在检察庭前围住老崔，高喊让老崔对外公开声称昌浩是被人绑架了才有的越狱，只有这样昌浩才会现身。老崔本想掩盖事实，无奈记者是地球上速度最快的生物，消息铺天盖地地放了出去。他在上厕所和吃饭时，老高和金律师都拉横幅堵着他，一定要让他亲口承认绑架案的存在。迫于无奈，老高回去向孔志勋请示，他觉得不如答应他们的请求，说不定真的能引出昌浩。他已经在检察庭附近布下天罗地网，保证昌浩插翅难飞。殊不知昌浩这波在大气层啊！他站在不远处的钟楼上，将监视的人尽收眼底，利用旁边的电子显示屏，他循环播放了一则保险广告。广告的内容是当初他向小高求婚时的全过程。小高瞬间秒懂啊！他按屏幕上的电话拨过去，联系上丈夫。他告诉昌浩，小张已经答应帮忙了。昌浩点点头，接下来的事儿他会去做。同一时刻，举报三人组谋杀徐教授的视频也上了网。除了郑采风，其他人都不动如山。毕竟这年头哗众取宠的人太多了。下一秒，孔志勋就接到了小张的电话，他直截了当说，论文在自己手里，他可以交出来，或者给大老鼠。如果孔志勋想要，唯一的条件就是让韩主任亲手签下离婚协议书送来，分手费也不多，就20亿，价值1220万人民币。韩主任很崩溃，这相当于是自己净身出户了。孔志勋告诉他，牺牲你一个，幸福我他们啊！你的牺牲让你一无所有，但我们得到的是一切。而且你应该知道，要是老爷子不开心了，会有什么结果吧？结果对老婆爱到疯狂的韩主任还是宁死不屈。庭审的日子很快来到，昌浩率先穿戴整齐，他暗自发誓用自己的方法审判这些罪人。而崔市长也赶到了法院，默默地看着三人组进场。他提醒孔志勋，现在老爷子可很不高兴的。孔志勋似乎胜券在握，他满不在乎地说，很快大家就都高兴了，自己已经知道了论文的下落，至于你，先掂量一下自己几斤几两吧。庭审开始，在主持人的介绍和恢宏的 BGM 中，昌浩踏着自信的步伐出场，自我介绍说，大家好啊，我就是大老鼠朴昌浩，今天的庭审我来做预言家，我是瓜皮儿，
下期见。